大家好，我是邱斌，我来到了河南灵宝，现在正在下大雪。最近呢，天气都不太好，一直在下雪。今天呢，来看一座山寨，三面是悬崖，只有一条道路进出了山寨。按照资料记载，这一座山寨呢，也将近有1000年的历史了，在宋朝时期就比较有名。据说呢，是当时杨家将屯兵的地方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准备去看一下这座山寨。里面呢，现在还保存了很多大院。明清时期的房屋，那么就证明这个山寨呢也是几经变迁，跟我们在湖北也好、山西也好看到的很多山寨有点类似。山寨就在这个顶部，由于一直在下雪，我这个车开不过去，在这边打滑，我们只能走上去啊。最近天气不好，白茫茫的一片。我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些车，它现在也动不了。来到这个山脚下，所有人都是徒步上去的。这个雪是越下越大的，本来车可以开上来的，但是大家看看这个道路，全部是积雪，又是爬坡，我那个2驱车是不可能上得来的。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，这一块应该也算是黄土高原。来到北方啊，陕西也好，甘肃也好，或者是河南、河北，很多人家的房屋啊，都有院子围起来了，相当于是一个独立院落。这边看到的都是如此啊，并且他们的房屋呢不是太高，大家看看这个雪，基本上都有5到8公分厚了。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，去那个寨子里面，有点远了。看看对面的房屋，挨着黄土而建，黄土高原很多房屋都是这样的，包括在陕西定西、陕北很多农村的房屋都是这样的，因为黄土高原并不是平的，它是有很多沟壑的。你看这里是上面比较平，但是大家看一下，下面就是一个沟壑，很多都是这样的。黄土高原上面沟壑特别多啊。继续往前走，这个寨子我们还得寻找一下。白茫茫的大地，大家仔细看看。作为一个南方人，我看雪的次数其实不算多，主要还是集中在这2年来到北方才看得多一点。看得多了，同样还是会感到兴奋的。看到了，这里写了一个杨公寨民俗院，马上就到山寨的门口了。大家仔细看看，左右两边全是悬崖，包括后面也是。从而说这个地方呢是易守难攻，只要把这条道路守住了，敌人呢应该是进不了这个山寨的。我们现在看到这条道路呢，差不多是1.5米宽。现在下雪啊，上面有很厚的一层积雪。我刚才看到还有人走过去，那么走的话一定要小心，不光是这个时候小心，平时也要小心的，因为下面就是几十米的悬崖，可能有60-70米吧。山寨啊，其实之前我们看到了很多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那个湖北恩施的榆木寨，还有湖北襄阳的那个春秋寨。那些地方啊，基本上都是易守难攻。那这一块呢，就是寨门，看到这些砖，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寨子有一定的历史了。一般这种大型的山寨或者是城堡都是有那种寨门保门的，只要把这个大门一关，相当于变成一个独立王国了，别人进不来。在这个上面呢，还有几个字，大家看看认不认识啊？我这样看的话，感觉有点像定远山。那么是不是这座寨子所在的山呢，是叫做定远山呢？大家认不认识这几个字？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，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。我站在这个寨门看这条道路，现在是比较好走。那么其实在以前这条路的话，绝对没有这么好走，特别是碰到那种战乱时期或者形势不对的话，这条路呢很有可能会被居住在寨子里的人呢进行破坏，挖一下就让人不好过来。这里属于那个河南灵宝的杨公寨呀，在下面呢，我们能看到很多窑洞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啊？这就是以前黄土高原人们用来居住的地方。
因为在以前嘛，黄土高原土地比较贫瘠，很多人呢就居住在窑洞里面。窑洞呢，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，特别是黄土高原，很多人是住在窑洞里面的，包括现在也有一些人住在窑洞里面。不过我们在前方看到的那些窑洞啊，是比较传统的，就是直接在黄泥土里挖出来的。现在我们如果去陕北看窑洞的话，基本上是，先把那个砖砌好，然后在上面覆盖一层黄土，就相对来说环境好一点。现在我们去这个寨子里面看一看。这个门呢，都有点破坏了。看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个过城门啊？这个都是砖结构的，上面有点裂缝。有个告示提醒大家来这里呢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们过来之后，这里是一个院落一样的，然后前面又有一个大门，那相当于我们进来的这个位置啊，是一个瓮城。这个跟我们之前在其他很多地方看到的一个小城、古城很类似啊。那么在这里就起码可以证明，这个山寨是以防御为主的。从这里进去才是那个寨子里面的核心，并且呢，你看这一块出来，旁边还有一条小路，这里可以过去。这样再过来才是出了寨门，并且这两座那个寨门呢，不是一条直线。这就是典型的那种瓮城的设计。我们之前在其他地方也看到很多，在一个寨子里面设置瓮城还是比较少见的。那么起码就证明这个地方修建这个时候的里面的人员呢，财力比较雄厚。我们站在这一块呢，能够看到里面有很多那种明清时期留下的那个老房屋啊。等一下再进去看一看。这里以前应该是一条道路，也可以说是一条防御的那个通道。如果寨子呢有紧急情况呢，可以从这里走，或者呢是可以通过这一块呢来进行防御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旁边这里呢是很多那个缺口，那么以前可能不是这样子的，以前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寨墙，把整个里面的房屋包围起来了。在寨门两侧都是悬崖，特别是远处那一块，感觉有点像马面一样的。如果敌人在这里呢，他可以从那边攻击过来。这下面一开始我感觉50米啊，这样看起来都不止，有差不多100来米了。下面是石头，上面是砖。这个以前不知道上面有没有，现在进去看一下。这个门洞拱券也挺长的，下面呢有门当，这里有麒麟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神兽，看起来好像还大象、狮子。这里面以前应该也是有一个大门的，就在这里。你看门栓这么粗，有差不多10公分。那么这个门呢也是很厚的。把这个门一关，这个寨子里面呢是独立王国，一般都是如此啊。这里面还有个小门洞，是不是值班人员居住的？继续往前走，看看这里堆积了好多雪，已经来到寨子里面了。一眼望去，雪白的一片。里面还有很多树木，这些树木呢，估计是后面种植的。这些房屋呢，基本上都是破败不堪，很多都倒塌了。不过看这些房屋啊，就能够感觉到当年这个寨子里面的不凡。从留下来房屋的痕迹可以看得出来，它很多是以前那种四合院布局的。中间是条道路，两边呢都是这些房屋，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些房屋呢有一段历史，而且呢应该都算是大户人家修建的。那可以说这里是一个山寨，也是一个村落。更甚至来讲，在明清的时候呢，这里呢是一个家族。我们来这边看看房屋，都是2层的，特别是房屋上面这些雕刻啊，非常精美。那个应该是属于荷花还是什么花吧？那么这些房屋呢，基本上1楼是住人的，2楼呢是放一些东西。继续往里面走，那这一块呢倒塌完了，那以前呢全部都是有人的。这里应该当时是一户人家，这几栋房屋呢是连接着的，有点像一个小四合院吧，包括后面也有。但是经过那个时代的变迁，全部倒塌了。
看这些房屋的那个横梁啊，就能够感知到这家人应该财力挺雄厚的，要不然不可能用这么大的树木。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寨门，这下面的这些泥土啊，都是从上面坍塌下来的。以前呢，这里应该算是平的，现在相当于是我一个人在雪中漫步啊。这里称之为山寨，其实呢，应该称之为一个废弃的无人村。因为我看里面的房屋啊，其实还挺多的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搬走了。我看到这里面还有电线杆，估计搬迁走没有多少年吧，应该最多废弃了20-30年，以前还是有人居住的。废弃的原因，我猜想可能是用水不方便，或者其他那个生活不方便。这种房屋啊，在以前生活还可以，但是按照现在人生活的习惯节奏的话，肯定是没那么好。一个是房间小，另外呢，不便于生活措施，它没有厨房、没有厕所等等。那么很多人呢，可能就搬迁到附近了，这是一点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环境更好了，搬迁走了。这种房屋看一下，都没留下什么了。现在感觉越来越冷啊，刚进来的时候还挺凉快的。这个房屋倒塌的真的有点严重啊，不太敢往里面走，因为看上面怕会落下来。我们寻找一个可以去里面走一走的。前方那栋房屋有点不一样，去看一看，更大一点，而且呢，有点像我们常说的寺庙一样。不知道是不是啊？看看是人居住的还是其他的。这个房屋应该是经过现代改造的，有钢筋水泥的那个窗户，应该没有100多年吧。不过呢，它采用了以前的一些材料，因为上个世纪建房屋呢，都是现在看到这种布局，中间呢明显是堂屋。然后两侧呢是那个卧室，这还有电线，有报纸。看墙上的报纸呢，发现是2007的，证明2007年还有人居住。旁边这个房屋应该属于厨房了，看这个布局就知道了。在这里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，这明显的是那个一个隐蔽，里面呢是那个乌龟的贝壳，长寿嘛，希望家里的人长寿。那厨房怎么会放这个呢？我猜想啊，它这栋房屋是后面建的，以前呢它的隐蔽老房屋就在这里，只是后面改建了，从而呢就把它放在这里。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。这些房屋呢，有些是经过修缮的。有些还可能是比较早的，在这里看到一个水槽，也可以说是养殖用的吧。现在很少看到这些了，倒塌太多了，真的挺可惜的。看到这个，我有点想到去甘肃的看到那些院落一样，黄泥土一个院子。大家看看这户人家是不是像我们平常说的那种四合院？看看前面能不能进去。还真的是哎，这里按照传统的布局就是一个四合院的形式，只不过后面被拆掉了。这两个明显是对称的，我们说左右厢房，然后前面呢还有一个主房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已经没剩下什么了。这些房屋，如果说你很好的去改善一下、修缮一下，弄不好还能住人呢。这一户明显的又是大户人家了，你看它边边角角的这些砖块，这个大家看得出来吧？这个明显算是一个很大的房屋了。业精勤，意思是说学业或者事业的精通和进步，依赖于勤奋和进取的态度，出自于唐代韩愈的《进学解》，强调了勤奋
是成就事业或者学业的关键因素。封建社会家里那些匾额上面的文字并不是随便写的，基本上都会出自各种典籍里面，或者是一篇出名的文章里面。像这上面还有其他雕刻，主要也是以蝙蝠、石榴等等，基本上都是美好的寓意嘛。这里的一些房屋有一些还是挺大的，你像前方这一栋，应该也是有一定年代感了，看上面那个梁就知道了。这个大门在前边，应该属于2户人家吧。这里一个大门，前面还有，这跟我们在山西以及河南一地看到的那些地主大院、商人的大院很相像啊。你看，从这里进去，然后在里面拐过去，是不是很相像啊？这个就是外面低调，里面呢别有洞天。这个门打开，地下呢还有一些当时一些纹路吧。过去之后，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影壁啊，也叫照壁。看看上面的布局，龟背代表长寿，那个还有其他的一些雕刻。这个一个土地灶，这个灶壁完全是正对大门，它其实还是有一个作用的。在古代房屋啊讲究风水，那么我们经常说的鬼文化，那有这个灶壁呢，就是那种邪门的东西啊或者鬼啊进不来，因为鬼它只会走直线嘛，它一进来呢就被这个灶壁挡住了，它不会拐弯，那只能从那个灶壁这里原路回去的，就是有这种说法。拐个弯过去的话，这边一般是接待的，这个我们看了其他的很相像。过来之后就是典型的一个四合院，这个跟我们在那个看那些地主大院、晋商大院是不是大同小异？只是说规模大小的问题，以及呢材质的问题。这边用了很多木头，而我们在那些河南看到康百万以及晋商大院，它里面的木头没有这么多，基本上都是砖结构，里面用了少部分木头。这边已经完全倒塌了，挺可惜的。那这些房屋呢，起码是清代的，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，甚至可能都还不止。这种房屋呢，一般左右是厢房，是家里的儿子以及女儿居住的，然后最后面呢是长辈居住的。当然了，我们刚才说有2个大院，2个院落，那一边呢可能如果是分家的话，这个是大儿子，旁边是小儿子，很有可能啊。一般在以前呢都会分家的。这里面这个横梁也非常大，反正看这个情况，起码20年前应该是有人居住的。当然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房屋啊，就算是清朝的，它后期也是经过简单的修缮的。一般1楼居人，这个主房已经倒塌的差不多了。这里还弄了一个灶，不知道是什么时期的。哎呦，当时的房间呢，整体都不是太大。这里还弄了一个炕啊，是不是冬天这里很冷？里面现在就是这样的。这里看起来是2层，但是明显的上面的比下面矮，就证明2楼一般是放东西不住人的。我们看了一下这2边的房屋，其实它里面的面积啊都不大，因为在以前呢，住人的地方讲究呢是比较小，有床，然后差不多够活动就可以了，并不是像我们现在住的别墅啊或者很多酒店呐，房间弄得很大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古代它建筑啊是讲究风水，那么人居住的地方呢会讲究气嘛，你如果房间太大了，这个气就藏不住了，会把你的气运带走，从而说他们住人的房屋呢都弄得比较小一点。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，也是比较明显了。如果说床放在这一块，那这边空间就没多少了。我们看了很多晋商大院，包括其他的大院都是如此的。
通过航拍的画面可以看到，这里面的房屋其实当时都是比较有特点的，只不过如今全部损坏了。在这个寨子的最角落，还有我们以前看到的角楼一样，也是用来防守的。整体这个寨子大概是2万平方米，算是三面临巡。在当时，他们还是很会选择地方的。不管是当时的洋业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洋六郎，或者是说后面条件好的人选择在这个黄土高坡上面建造大院，都是看中了这个位置才在这里建造。特别是我查了一下资料，在以前战乱的时候，有一个姓李的人，他当时当土匪，在杨公寨占山为王，在杨公寨险要地势的保护下，他在这里呢当了好几年的土匪。也就是说，当年土匪他其实也很会选地方。那相当于是现在我们走的这些地方，都有可能是当年土匪活动过的地方。我们刚才看的这些大院里面，很有可能当时土匪就在里面生活。你像这个比较大一点的，弄不好土匪就会在这个里面居住啊。这些大院我们刚才猜想看建筑布局，有可能是清朝的，而刚刚说的土匪是上个世纪早期的，那么很有可能这些土匪呢就居住在这些大院里面。我们看到的这几座比较有代表性的大院呢，也算是整个山寨里面最好的。大家发现没有？他们是建在这个山寨的尾部，这个跟我们经常看到的很多山寨，包括那些城堡式的一样的，庄园一样的，核心的人员他一定是靠后面的，因为如果有敌人来攻打或者搞破坏的话，他在最里面是有时间去反应、去处理事情的。你如果说直接放在门口被端了，那就完蛋了，就相当于打仗有将军在的话，有那个皇帝在的话，就还有士气，还能抵挡嘛。从而说，他们真的会选择地方，像废弃的山寨、废弃的古村落，在北方还是挺多的。你像山西的大山里面，以及洛阳的北邙山那边都有这些废弃的古村落啊。原因呢很好理解，跟我们刚才说的差不多。由于时代的发展，大家的条件越来越好，那么这些古村落的地方很多呢是交通不便，会搬迁走。另外一种呢是这些房屋已经远远跟不上我们时代的发展，就是住起来，不管是布局还是其他，都比不上嘛，从而大家就会迁移走，那自然而然就废弃了。我们其实经常看到一些古村落啊，那个搬迁走了，或者是说只剩下一些老人在村子里面生活。最多的时候，这个山寨里面居住了60-70户人家，但是现在呀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完全是废弃了。我们就算这个山寨兴盛了200年吧，现在已经荒废了。那行，这个废弃的山寨我们就看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